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很荣幸受邀参加第19届世界中药大会，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药典和中药国家标准的一些情况。这是我演讲的题目：中国药典和中药国家标准。我是国家药典委员会的石尚梅。我介绍的内容主要分4个部分：一、中国药典和中药国家标准的法律地位；二、中国药典的工作程序；三、中国药典中药标准的编制；四、中药标准的国际合作。首先介绍中国药典和中药国家标准的法律地位。中药在中国是按药品来管理的。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28条的规定，药品应当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为国家药品标准。那也就是说，中药国家标准分为2种，一个是中国药典，这是我们的核心标准，还一个就是部颁或者局颁标准。中国药典是国家为确保药品质量、确保用药安全有效、控制药品质量而制定的药品技术规定，在确保药品质量、维护和保护公众健康和用药合法权益、促进中国医药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部颁或者局颁标准则是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药品标准，也就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颁布的标准。例版中国药典，第1版中国药典是1953版，现行版是2020版，一共11版中国药典。现行的中国药典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20年以80号令的形式来发布实施，确定中国药典2020版于2020年12月30日起实施的。第二，中国药典的工作程序。那么每一版药典在编制前都要成立新一届的药典委员会，然后审议通过药典的编制大纲，依据编制大纲确立标准研究的课题和项目，然后委托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或者是药品检验机构开展标准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完成以后再交另一个实验室对于方法和内容进行符合，符合后形成标准草案，提交相关专业委员会审议。审议通过后，标准草案会公示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后再次提交专业委员会审核，审核通过，上报主管部门审核颁布标准。标准颁布实施后，我们还会进行评估，同时开始组建下一届药典委员会的工作。这就是整个中国药典的一个工作程序。那么药典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况呢？我给简单的介绍一下，举几个例子。我们第1届药典委员会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有44位委员，那么编撰了1953版第1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第6届到1991年成立的时候就有168位委员，而2017年成立的第11届药典委员会是有405人，负责了现行的2020版中国药典的工作。在今年2022年9月27日成立了第12届药典委员会，有454名委员，那么负责下一版
2025版中国药典的工作。第12届药典委员会的构架是这样的：设置1个执行委员会，29个专业委员会，包括中药7个专业委员会，102名委员；化学药品6个专业委员会，73名委员；生物制品4个专业委员会，42名委员；医学2个专业委员会，54名委员；综合7个专业委员会，78名委员；辅料和包材3个专业委员会，23名委员，分别对应着中国药典第1部中药标准、第2部化学药品标准、第3部生物制品标准、第4部辅料包材和通用技术要求等。对于中药而言，这7个专业委员会分别是民族医药专业委员会、中药材与饮片第1专业委员会、第2专业委员会、第3专业委员会、中成药第1专业委员会、第2专业委员会、中药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3、中国药典中药标准的编制。那我们举几个例子，看看我们对于中药标准怎么样去研究，有什么样的要求。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中国药典1部中药标准的一个构架。1部中药标准分为前言、药典委员名单、药典严格、反例、品种正文和索引，其中品种正文是内容最多的这一大部分。反例是为正确使用中国药典对品种正文、通用技术要求及与药品质量检验和检定中有关共性问题的统一规定和基本要求。品种正文，也就是我们的 monographs， 也是我们称之为标准的，是根据药物自身的理化与生物学特性，按照批准的处方来源、生产工艺、贮藏运输条件等所制定的，用于检测药品质量是否达到用药要求，并衡量其质量是否稳定均一的一个技术规定。那么在中药1部里面，我们品种正文分为3个部分，这是2015版英文版的一个展示。那么我们2020版英文版呢，会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出版发行的。那么品种正文，那么我们分的3个部分是什么呢？第一部分，药材和饮片的标准；第2部分，植物油脂和提取物的标准；第3部分，中成药的标准。2020版药典，我们一共收载了2711个标准，约占全部中药国家标准的20%。那么较上一版呢，新增了标准117个，修订了452个，不收载4个。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标准在研究起草时候的要求。第一个就是关于金银花的。那么金银花和山银花呢，它们2个都含有环辛酚酸类成分，而金银花含有环辛醚萜苷类成分，山银花呢是皂苷类成分，它们2个的化学成分 Q marker 都是有区别的。而在金银花中，它酚酸类成分有抗炎的作用，而环辛醚萜苷成分有保肝、抗氧化等等作用。这2个合起来呢，在2020版药典里面呢，是用特征图谱来控制这2类成分的，以体现金银花临床的所谓清热解毒的作用。第2个例子是中成药，我们如何控制它的有效性以及质量呢？在这位中成药里面有12位处方药位，它的药材标准都收载在中国药典2020版里面。而且呢，对于柴胡，它是有2个来源，一个是北柴胡，一个是南柴胡。那我们在标准中呢，也把它明确为北柴胡一个来源。而且对于饮片，就是泡制品的名称也进行了规范。那么通过
显微鉴别和薄层鉴别呢，控制了处方里面9个药位的这个质量，然后呢，我们在含量测定里面呢，再控制处方里面的龙胆和黄芪，所以我们基本上把处方的药位的质量呢，都通过这个薄层鉴别、显微鉴别、含量测定，再加上一些检查项呢，对于质量和有效性都进行了控制。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银杏叶提取物。那银杏叶提取物大家也知道，在前几年的时候，因为掺伪的问题，在中国国内和国际都造成了一定的不好影响。那么中国药典呢，是通过对于黄酮醇苷不水解，我们进行一个指纹图谱的一个全封的匹配，这是分别普通液相 HPLC 和 UPLC 2张指纹图谱的一个全封的一个匹配。那么银杏叶提取物中呢，总黄酮醇苷的含量占了24%，它和提取物的质量是相关联的。那我们指纹图谱的确立呢，是控制提取物和制剂质量的一个关键。标准中呢，又采用对照提取物作为随行对照，可以避免因实验室不同色谱柱的不同和条件的问题呢，减少检测带来的偏差。而且呢，我们指纹图谱质量标准的建立呢，可以实现对于银杏叶提取物中黄酮醇苷类成分的一个有效控制，那么从而防止掺伪、违规生产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对于安全性的要求呢，举2个例子，一个是我们在药材和饮片、重金属和有害元素建立了一致性的限量指导值，那么对于铅、铬、砷、汞、铜都分别进行了规定。那么较2015版呢，这5个限量指导值呢，只有铬发生了变化，那么也是根据风险评估来重新确定的。第二个呢，是关于药材和饮片呢，对于植物类的，我们建立了禁用农药的一致性限量标准。这个限量标准呢，是放在了我们的药材和饮片检定通则中进行要求的。我们采用了气象串联质谱、液相串联质谱等不同的检测方法，同时呢，有不同的前处理和预处理的方法来开展这项工作。对于33种禁用的农药呢，进行了一个限量的设置，也就是不得检出。有关的限量表呢，是在中国药典里面可以查到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中国药典收载的中药标准涵盖了中国国家医保目录和基本药物目录。那么对于2018版的基药目录呢，我们是涵盖了94.5%。2019版的医保目录呢，是涵盖了将近70%。就是说，我们中国药典这2700多个中药标准，虽然在整个全国国家中药标准中呢，只占有20%，但是它基本涵盖了临床上常用的中药。第4项呢，是介绍一下中药标准的一个国际合作。首先，中国呢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草药监管当局合作平台的一个成员，就是 IRCH， 每年呢都会参加 WHO 组织的 IRCH 的这个会议，交流有关中药或者是草药如何监管的。另外呢，中国药典委员会和美国药典委员会合作呢，也开展了中药、草药标准的一个研究工作。那么分别收载在美国药典的这个膳食补充剂标准中和它的 HMC 中，也就是 Herbal Medicine Compendium 中。此外呢，欧洲药典第9版收载了94个中药标准。我们中国的有3位药典委员呢，也成为了欧洲药典委员会草药专委会的专家。我的介绍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一个聆听。再次感谢各位，谢谢。